第23章，马奇姑妈解决问题。第二天，母亲和女儿们像蜜蜂围绕蜂王一样，围着马奇先生团团转。他们放下一切来照顾他、服侍他、倾听他，以至于病人几乎有因过度温柔而窒息的危险。他常常坐在贝斯休息的沙发旁的扶手椅上，其他人总是待在附近。汉娜时不时地探进头来，看看亲爱的先生。他的幸福似乎很完整，但仍然缺少一些东西。年长的女儿们感觉到了，即使他们没有承认。马奇先生和马奇太太看到梅格时，会交换不安的眼神。乔有时会变得非常严肃。有人还看到他用拳头威胁着布鲁克先生留在门厅里的雨伞。梅格总是心不在焉，害羞而沉默。有人按门铃时，他会吓一跳。如果提到约翰的名字，他就会脸红。艾米评论说，每个人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而且很不安，这让他无法理解，因为现在他的父亲又回家了。而天真的贝斯则想知道，为什么邻居们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来拜访他们了。劳里那天下午路过那里，看到梅格在窗边，就上演了一出夸张的情节剧。他跪在雪地上，捶打着胸膛，揪着头发，双手合十，做出祈求奇迹的姿态。当梅格让他规矩点，别打扰他时，这个年轻人假装痛苦的哭泣，用手帕擦干眼泪，然后像一个陷入绝望的人一样摇摇晃晃地转过街角。那个傻瓜想干什么？梅格笑着问道，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他在向你展示你的约翰将来会越来越多的做的事情。你不觉得这很感人吗？乔挖苦地说。别叫他我的约翰，那既不真实，也不合适。尽管如此，梅格说出这些话时，仿佛他自己真的很喜欢这种称呼。拜托，乔，别再烦我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对那个人没那么大兴趣，没什么好谈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像以前一样对他友善。我们不能因为确实有些事情要谈，而且自从老李那次恶作剧之后，你变了很多。这对我来说很明显，对妈妈来说也是。你不再是以前的你了，我感觉你和我疏远了很多。我不想烦你，我会像个男子汉一样忍受一切，但我宁愿一切都早点解决。我讨厌等待。所以，如果你打算那么做，就尽快做吧。乔闷闷不乐地说。在他迈出第一步之前，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而且他不会那么做的，因为爸爸说我太年轻了。梅格回答说，他低头缝着东西，脸上带着一丝微笑，暗示着他并不同意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如果他决定向你求婚，你肯定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会哭起来，会脸红，或者会让他得逞，而不是干脆利落地说一个不字。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傻，那么软弱。我很清楚我会回答什么，我已经考虑过很多次了，所以他不会让我措手不及的。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最好做好准备。乔忍不住笑了，因为他姐姐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种郑重其事的神情，这让她看起来更加动人，就像她脸颊上浮现出的那抹美丽的粉红色一样。你介意告诉我你会怎么回答他吗？他用更尊重的语气问道。当然不介意，你已经16岁了，足够做我的知己了。而且我的经验在你遇到类似情况时，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我可没打算遇到类似的事情。我喜欢看别人调情，但如果我自己那样做，我会觉得很愚蠢。乔肯定地说。光是想到这种可能性就让他感到害怕。我想，如果你足够喜欢某个人，而他也喜欢你，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梅格自言自语地说着，望着公园。在夏日的黄昏里，他曾多次看到情侣们在那里散步和聊天。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你会怎么回答那个人，乔提醒他，粗鲁地打断了他妹妹的遐想。哦，我只会非常平静和果断地对他说，谢谢您，布鲁克先生，您太客气了，但我同意我父亲的看法，我还太年轻，不能订婚。请您不要再坚持了，让我们像以前一样继续做朋友吧。引号。哼，这听起来可真够正式和冷淡的。我不相信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且我知道，即使你说了，也阻止不了他。如果他像小说里的那些情人一样坚持不懈，你最终会因为不忍心伤害他的感情而让步的。不，你错了。我会告诉他我的决定是坚定的，然后我会体面地离开房间。梅格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似乎正要练习如何体面地离开。这时，门厅里传来脚步声，他又一下子坐了回去，开始缝纫，仿佛他的生命取决于他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一样。面对如此突然的转变，乔忍住了笑，看到有人小心地敲门，他便走去开门，态度一点也不热情。下午好，我是来取我的雨伞，我是说，看看您父亲今天感觉怎么样？布鲁克先生非常紧张地说，他的眼睛在两个年轻女子之间来回移动。他很好，雨伞在伞架上，我去拿，顺便通报您来了。乔在回答中把他的父亲和雨伞混在了一起，然后就离开了，好让梅格能向这位年轻人发表他的演说，并摆出他想要的那种体面姿态。他一走，梅格就走向门口，喃喃地说：“妈妈会想见您的，请您坐下。我去叫她。”别走，您怕我吗，玛格丽特？布鲁克先生看起来很伤心，梅格觉得自己一定非常失礼。他的脸红到了耳根，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叫过她玛格丽特，而且他惊讶地发现，听到他念出她的名字是多么自然和甜蜜。为了表现得友善和冷静，他自信地伸出手，感激地说：“我怎么会怕您呢？您对我父亲那么好，我真希望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你想让我告诉您怎么做吗？”布鲁克先生问道。他用他那双大手握住了年轻女子纤细的手。当他看着梅格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爱意。年轻女子的心砰砰直跳，她既想跑开，又想留下来听他说。不，请不要，我宁愿不知道。他说，试图缩回他的手，并清楚地表现出他声称没有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我不会做任何让您不高兴的事情，我只想知道您是否也有一点喜欢我。我爱您，亲爱的梅格。布鲁克先生温柔地补充道。发表那番平静而体面的演说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梅格却说不出口。那些句子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他低下了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说：“我不知道。”约翰不得不弯下腰才能捕捉到那简短的回答。他一定认为这个努力是值得的，因为他满意的笑了笑，感激地握紧了那只白皙的手，并用劝说的语气说：“您会试着弄清楚吗？我很想知道答案。我愿意努力工作，而且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抱有得到回报的希望。我还太年轻了。”梅格喃喃地说，他不明白自己怎么能同时感到慌乱和欣喜。我会等待，也许在那段时间里，你会学会爱我。您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功课吗，亲爱的？不定的噻，
如果我下定决心的话，但是，请下定决心，梅格。我喜欢教书，而且这比德语容易多了。约翰打断了他的话，握住了他的另一只手，这样他就不能用手遮住脸，而他则弯下腰看着他。虽然他的语气是恳求的，但当梅格偷偷的从眼角里看着他时，他发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喜悦和温柔，而且他微笑着，带着那种毫不怀疑自己会成功的人所特有的满足感，这让他很不高兴。他想起了安妮·莫法特那些可笑的卖弄风情的教导，而且那种潜藏在最优秀的女孩心中的对权力的渴望突然觉醒了，并控制了她。梅格感到陌生和不安，而且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决定顺从一个任性的冲动，缩回了他的手，同时带着一丝恼怒地说：“不，我不会下定决心的，请您离开，让我一个人带着。”可怜的布鲁克先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情幻想破灭了。他从来没有见过梅格这么坏脾气，他惊呆了。“您是认真的吗？”他痛苦地问道。当他走开时，他跟着他。“当然是认真的，我不想为这些事情操心。我父亲认为现在还为时过早，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可以期待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主意吗？我会等待，而且在您长大之前，我不会再提起这件事。别玩弄我，梅格，我以为您不是那样的人。我宁愿您什么也别想。”梅格回答说，他感到一种卑鄙的满足感，因为他正在考验他爱人的耐心，并证实自己的力量。这位年轻人现在变得严肃而苍白，而且他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他所崇拜的那些小说人物，但他既没有捶打额头，也没有像他们那样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只是站在那里，用如此渴望和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以至于梅格的心开始不由自主地软化。我们无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不是马奇姑妈在如此有趣的时刻走了进来。这位老妇人无法抗拒想看看她侄子的愿望。她在散步时遇到了老李，当他得知马奇先生回来了，他就直接去拜访他。由于全家人都在房子的后面忙着，他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惊喜。事实上，这两个年轻人确实大吃一惊。梅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他刚刚看到了一个鬼魂，而布鲁克先生则跑到了书房。天哪，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老妇人看到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和脸红的姑娘在一起，就用她的拐杖敲打着地板，惊呼道：“他是爸爸的朋友，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梅格结结巴巴地说，她预感到自己要挨一顿训了。这很明显，马奇姑妈坐了下来，说道：“但是，你父亲的那个朋友跟你说了什么？让你脸红得像个番茄似的，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喊道，一边又用拐杖敲了一下。“我们只是在聊天，布鲁克先生是来取雨伞的。”梅格解释说，他希望布鲁克先生和他的雨伞都能安全地离开这所房子。布鲁克，那个男孩的家庭教师。哈，我明白了，我知道一切。乔在你父亲的一封信中发现了一条假消息，我强迫他告诉我的。孩子，你没有答应他吧？是吗？马奇姑妈震惊地问道。嘘，他可能会听见。你想让我去叫我妈妈吗？梅格非常不安地问道。还不行。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而且越早越好。告诉我，
你不会打算嫁给那个穷光蛋吧？如果你那样做，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的遗产。别忘了这一点。做个懂事的孩子。老妇人以一种威吓的语气判决道。马奇姑妈非常擅长激起即使是最温顺的人的反抗精神，而且她很喜欢这样做。即使是最好的人也有一点叛逆的因子，尤其是当他们年轻并且坠入爱河时。如果马奇姑妈恳求梅格接受布鲁克先生，这个姑娘很可能会回答说，她甚至无法考虑这种可能性。但是，既然老妇人严厉地命令她不要对她感兴趣，这个年轻女子立刻就萌生了反抗她的念头。这种冲动，就像叛逆一样，会加速人们的决定。梅格非常激动，所以她以一种在她身上很少见的热情，反对老妇人的意愿。我会嫁给我想嫁的人，马奇姑妈，您的钱您爱给谁就给谁。她脱口而出，然后非常坚定地点了点头。我的老天，你就是这样听我劝的吗，小丫头？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当你发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候。那肯定比有些人在豪宅里过的那种日子强，梅格反驳道。马奇姑妈戴上眼镜，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个年轻女子，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梅格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她感到大胆而独立，而且很高兴能为这个年轻人辩护，为自己如果选择爱他而辩护。马奇姑妈意识到她一开始就错了，所以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她换了一种更友善的语气，用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来吧，梅格，亲爱的，理智一点，听我的劝告。我说这些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不想让你因为犯了这样一个错误而毁掉你的一生。你必须嫁给一个有钱人，帮助你的家人。嫁给一个有钱人是你的责任，而且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爸爸和妈妈不这么看，他们很欣赏约翰，即使他很穷。你爸爸和你妈妈，亲爱的，简直比小孩子还糊涂。我很高兴他们是这样，梅格愤愤不平地说。马奇姑妈装作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说教他。那个叫鲁克的先生很穷，而且他没有任何有钱的亲戚。我说错了吗？不，弟弟，但是他有很多好朋友。没有人靠朋友过日子，你试试看，就会知道关系会变得多么冷淡。他也没有什么产业，对吧？还没有，但是劳伦斯先生会帮助他的。那不会长久的。詹姆斯·劳伦斯是个老疯子，靠不住。所以，你宁愿嫁给一个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财产的男人，而且工作甚至比现在还要辛苦，也不愿听我的话找个更好的。我原以为你更有头脑呢，梅格。即使我等上半辈子，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约翰是个善良而聪明的人，他很有才华，而且非常勤奋。我毫不怀疑他会成功的，因为他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力量。每个人都喜欢他，尊敬他，而且我很自豪他对我有意思，即使我贫穷、年轻又傻气。梅格肯定地说，在这次真情流露之后，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了。孩子，那个人知道你有富有的亲戚，我怀疑他的兴趣就是因为这个。马奇姑妈，您怎么敢这么说？约翰是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的。我不会再听这种指责了，1分钟也不行。梅格愤怒地叫道，他对老妇人不公正的怀疑感到愤慨。我的约翰不会为了钱而结婚，我也不会。我们愿意工作，也愿意等待任何需要等待的事情。我不害怕贫穷，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很幸福。
而且我知道和他在一起我也会很幸福的，因为他爱我，而我……梅格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猛地想起自己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已经告诉他的约翰让他离开了，而且他很可能正在听着他那些语无伦次的辩解。玛琪姑妈很生气，因为她想尽一切办法为她美丽的侄女找一个好人家，而年轻姑娘脸上幸福的表情让这位孤独的老妇人心中充满了悲伤和苦涩。好吧，我洗手不干了。你是个固执的孩子，你的态度会让你失去比你想象中更多的东西。不，我不打算留在这里。你让我很失望，我现在没有心情去看你父亲。等你结婚的时候，别指望我给你任何东西，让你亲爱的布鲁克先生的朋友们去照顾你吧。我跟你彻底断绝关系了。说完，玛琪姑妈就在他的鼻子前摔上了门，怒气冲冲地走了。他一离开，梅格就感到勇气离他而去。独自一人时，他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在他还没来得及决定之前，布鲁克先生走了进来，拥抱了他，说：“梅格，我忍不住听到了。我感谢你为我辩护。现在，多亏了玛琪姑妈，我知道你有点喜欢我了。直到我听到他批评你，我才意识到我有多喜欢你。”梅格开始说：“那么，亲爱的，最好我留下来，我们一起幸福，而不是离开你，你觉得呢？”在这一点上，梅格又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发表他的告别演说，并昂首阔步地离开。但他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而是在乔看来，永远地贬低了自己。他只是害羞低低声说了一句“是的，约翰”，然后把脸藏在了布鲁克先生的外套里。玛琪姑妈离开15分钟后，悄悄无声息地走下楼梯，在客厅门口停了几秒钟。由于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她满意地点了点头，心想：他把他打发走了，就像他说的那样，事情解决了。我进去让他告诉我细节，然后好好嘲笑一番。但是可怜的乔没有理由笑了，反而僵在了门槛上，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里发生的景象。由于他本打算为敌人的垮台而欢欣鼓舞，并赞扬姐姐拒绝一位极具争议的求婚者时所表现出的坚强与果断，因此当他发现这位敌人正安然坐在沙发上，而那位果断的姐姐则带着令人厌恶的顺从表情坐在他膝上时，他会惊得目瞪口呆也就不足为奇了。乔发出了一声类似窒息的尖叫，仿佛有人刚向他泼了一桶冰水。因为这种局面的转变让他喘不过气来。听到这奇怪的声音，那对恋人转过头来，看到了他。梅格跳了起来，脸上带着一种害羞和骄傲交织的表情，而那个人，正如乔称呼他的那样，笑了，并在亲吻了这位震惊的新来者的脸颊后，用一种随意的语气说：“乔，小妹妹，祝贺我们。”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乔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一句话也没说就消失了。他跑上楼梯，闯进房间，用一种悲剧性的语气惊呼道，让病人们感到困惑。天哪，快点下去一个人！约翰·布鲁克正在做出可怕的事情，而且梅格很喜欢。马奇先生和马奇太太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房间。乔扑倒在床上，在啜泣和辱骂声中，他把可怕的新消息告诉了贝斯和艾米。小姑娘们认为这件事相当令人愉快和有趣。乔看到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安慰，就跑到阁楼去，向老鼠们倾诉他的悲伤。没有人知道
那天下午在客厅里发生了什么，但是那里的人谈了很长时间。一向沉静的布鲁克先生以其雄辩的口才和维护自己事业的精神让朋友们大为惊讶。他解释了自己的计划，并说服他们按照他的设想去做。在他还没来得及描述完他希望能为梅格提供的那个天堂之前，宣布晚餐的铃声就响了。布鲁克先生自豪地和他们一起坐在了餐桌旁，他们俩看起来都那么幸福。乔不知道自己是嫉妒还是恼火。艾米对约翰的忠诚和梅格的端庄印象深刻。贝斯在远处满意的微笑着，马奇先生和马奇太太则用如此温柔和满足的目光看着这对年轻的恋人。很明显，马奇姑妈把他们比作一对孩子是正确的。他们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这个古老的房间似乎在发光，仿佛承载了这些姑娘们的第一个爱情故事，就赋予了它一种不同的光芒。现在你不能再说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了，对吧，梅格？艾米一边评论道，一边琢磨着要把这对恋人画在他决定要画的画的什么位置。不，很明显不能。自从我说出那句话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啊？感觉好像已经过了一整年。梅格回答说，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做白日梦，漂浮在世俗的事物之上。这一次，快乐紧随着悲伤而来，而且我觉得这些变化才刚刚开始。马奇太太评论道，有些年份会集中发生很多事情，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今年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但是结局好就好。我希望明年会更好，乔嘟囔着说，他仍然无法接受看到梅格如此爱上一个陌生人。乔爱的人很少，而且他很害怕别人对他的爱会消失，或者变得不那么强烈。我希望3年后情况会好得多。我确信如果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情况就会如此。布鲁克先生补充说，他微笑着看着梅格，仿佛现在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可以实现的。你们不觉得等待的时间很长吗？艾米问道。她急着想参加婚礼。我有很多东西要学才能做好准备，我觉得时间太短了。梅格回答说，她的表情既温柔又严肃，这是以前没有人见过的。你只需要等待，我会处理好一切的。约翰肯定地说，为了与他所说的话保持一致，他捡起了梅格掉在地上的餐巾，脸上的表情让乔摇了摇头。几分钟后，当他听到前门打开时，这个年轻女子如释重负地对自己说，劳力来了，我终于可以和一个讲道理的人说话了。但是，乔错了，因为劳里兴高采烈地跳着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大束新娘捧花，送给布鲁克太太。他显然相信这件事能够圆满成功，这要归功于他出色的干预。我知道布鲁克会成功的，他总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当他下定决心要做某事时，他就会做到，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老李在送完礼物，并向这对新人表达了祝贺之后，解释说：“谢谢你的赞美，我会把它当作未来美好的预兆，而且我会借此机会邀请你参加我的婚礼。”布鲁克先生说道，他感到与全人类和平相处，包括他那顽皮的学生。即使我在天涯海角，我也会去的。仅仅为了看到乔在那一天的表情，就值得了。小姐，您似乎不是很满意，发生了什么事？老李问道。他跟着他来到客厅的一个角落，每个人都聚集在那里欢迎劳伦斯先生。我不赞成这门婚事，但我会试着接受它，而且我不会说任何反对的话。乔庄严地肯定说。
你无法想象失去梅格对我来说有多么痛苦。他继续说道，声音哽咽了。你没有失去他，你只是在分享他。老李为了安慰他，缓和地说，一切都不会像以前那样了。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朋友。乔叹了口气说，但是你还有我。我知道我不像他那么有价值，但我会在你身边，乔，我一生的每一天。我向你保证，事情就是这样。他很认真地说，我知道这是真的，而且我很感激你。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泰迪。乔回答说，他感激地握着他的手。好吧，别灰心，他是一个好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会看到的。梅格很幸福，布鲁克会竭尽全力，而且他会很快成功的。我的祖父会尽他所能地帮助他，而且在梅格自己的家里拜访他会很棒。当他离开后，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我很快就要完成我的学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国旅行，或者一起进行其他愉快的旅行。你想去吗？当然想去，但是不可能预测3年后会发生什么。乔若有所思地说。没错。你不希望能够知道到那时我们会怎么样吗？老李问道。事实上，我不想，因为我可能会遇到一些悲伤的事情。而且现在每个人都这么幸福，我不认为事情会变得更好了。乔用目光扫视着房间，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因为前景非常乐观。父亲和母亲坐在一起，回忆着他们爱情故事的最初时刻。这个故事始于20年前。艾米正在画这对恋人，他们沉浸在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光芒赋予了他们的面容一种艺术家无法复制的美丽。贝斯躺在沙发上，兴致勃勃地和他的老朋友聊天，老朋友握着他的手，好像他相信这样他就可以走上这个女孩所走的和平之路。乔斜靠在他最喜欢的扶手椅上，表情严肃而平静。老李靠在椅背上，下巴贴着他卷曲的头发。在他们面前的大镜子的倒影中，他友善地向他笑了笑，并向他做了一个手势。